狐狸猫与小树蛙找了一个风和日丽的假日去露营，准备好好享受他们的悠闲时光。到了露营区后，两人快速地将帐篷搭起来，并把行李放好，就去准备今天晚上的料理。两人决定要各自煮一道自己的拿手菜给对方吃。狐狸猫准备做自己最爱的料理——烤鱼呢。经过了一段时间后，小树蛙已经清洗完食材回来，也迅速地生好火，准备要料理了。然而狐狸猫因为火太小，所以还没开始进行料理，进度落后一大截。狐狸猫慌张的都快哭了出来，连忙向小树蛙求救，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木炭燃烧更剧烈呢？你答对了吗？答案是用扇子或纸板对木炭扇风。如果将木炭紧密叠在一起，火源只能烧到附近的木炭，且不易让空气流通，火势很难加速增长。更不用说撒上水，只会让木炭降温或火势变小，被浇熄。小树蛙拿了一只扇子给狐狸猫，要它对着火堆扇风，这样火势就会变剧烈了。狐狸猫奋力地扇着，它发现到一件奇怪的事情，就是当它用力扇风的时候，火势会瞬间变大，但是当它休息不扇风的时候，火势就会变弱。狐狸猫觉得疑惑，为什么明明都是燃烧，却有着剧烈程度的不同呢？小树蛙带着狐狸猫一边扇风，一边观察火势的大小。小树蛙说，这是因为扇风会将更多空气引入，使得更多的氧气能与高温的木炭起反应，使木炭燃烧更剧烈，火势更旺盛，此时的反应速率变得更快。狐狸猫好奇地问，反应速率是指反应会有移动的现象吗？小树蛙推了推眼镜，笑笑地说，狐狸猫常常想到很有创意的答案呢。他请狐狸猫先回想一下，我们如何具体地描述一个物体移动得快或慢。就像是我们测100米赛跑时，跑得快的人所需要的秒数就会较少，所花费的时间比较多，就代表速率慢。而反应速率就是描述反应特定现象产生的快慢程度。例如，我们可以利用反应过程中生成物沉淀量多寡、颜色变化或气体增减量等容易观察的状态来比较反应速率快慢。在这里，我们观察到扇风导致火势变得更大，这也就代表着反应速率更快。费了一番功夫，狐狸猫终于将火顺利升起来了。但狐狸猫发现，平常在家里厨房料理鱼的时候，鱼放下去很快的就能煎熟，但在营地因为火比较小，放下去很久都没有熟。为了可以赶快吃到好吃的烤鱼，狐狸猫该如何增加鱼肉变熟的速率呢？想到答案了吗？答案是将鱼肉切小块薄片后再烹饪。虽然帮鱼肉按摩可能会增加肉质的口感，但这样做不太会影响反应速率。而抹上盐巴是为了去除腥味，但是撒上电解质无法让鱼更快熟。狐狸猫展现了它身为大厨的精湛的刀工，3两下就把鱼给切好了。狐狸猫一边烤一边说明原理，透过加热，从生肉变至熟肉，会改变原本的性质。这段过程也是化学反应的一种。当我们把一只完整的鱼切成多块薄片，在进行料理的时候，会让原本鱼肉可以接触热源的表面积变大，而当表面积变大时，反应速率就越快，鱼肉也就比较快熟啦。小树蛙与狐狸猫共度了一个快乐的休闲时光，但狐狸猫不小心准备太多食材了，就打算把它丢掉。小树蛙为了不浪费食物，决定要把剩余的食材带回家再运用。不过回家的路途遥远，回到家还需要一段时间，而现在天气炎热，
很容易让食物腐败坏掉不能吃。狐狸猫还在琢磨方法时，小树蛙灵光一闪，猜猜看小树蛙有什么办法可以让食物慢一点腐坏掉呢？你想到了吗？答案是在食材周围放上冰块，因为透过冰块降温，可以让食物腐败的速度减缓，就像是我们把吃剩的东西放入冰箱一样哦，可以减缓腐败速率，延长保存时间。狐狸猫与小树蛙享受了一个愉快的周末，开心地启程回家。这一趟露营学习到很多生活上实用的技巧。最后来整理一下今天和小树蛙与狐狸猫一起学到的重点吧。反应速率就是指反应的快慢程度。通常相同容器内反应物的量越多，反应速率越快。同质量的物质若切分的越小，总表面积越大，反应速率越快。通常温度越高，反应速度就越快，反之则越慢。同学们都有烤肉的经验吧？在烤肉时，如果有下面这几种木炭的摆法，你会选择哪种呢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，分享你的看法哦。